这有何难？不就是个黑字吗？孩子呀，你还是年轻了呀。若是教他们字这么容易，我找你干啥？我还要在这里写点东西。你去找鲁奇叔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们歇下来学个字。李三，瞧瞧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铺，你满意吗？你猜我满不满意啊？小兄弟啊，寨里这几天都很忙碌，珊瑚没时间给你做床，委屈你在茅草上睡2天，全都是晒干的，松软着呢。等珊瑚空下来，我保证让他给你打一张全寨子里最大的床，怎么样？他们真的是京城派出来的人吗？睡的条件这样差，他们心里就没有怨言吗？罗七说，那个你们叫大当家的，他说让大家先停下手里的活，抽出时间学一个字啊。又学字啊？上次那个黑字把他学蒙圈了，这次还学啥？大当家说了，把黑字学会。又是黑。陆琪感觉一个头两个大，但他不敢违抗沈桃的命令。行吧，你随我出来。集合。沈豪都挺听话呀。你们说大当家是不是又要总结汇报工作了？我最喜欢听汇报工作。就是每次都感觉咱们在进步，日子又有盼头了。李三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大当家的今天晚上让我教你们一个字，黑。他们以为上次没学会学字儿这事儿就翻篇了，原来只是在他们心里翻篇了，大当家心里并没有，而且还专门找人来教他们。我大老粗一个人都到这把岁数了，也不认识黑这个字，更别提写了。我这不活得好好的，为啥非要学？我不学。就是不学字不也好好活着吗？为啥非要学啊？黑字笔画太多了，不能先从简单的学起吗？学一啊，这个字我知道，扁担倒了就是一。陈乔尝试安抚他们，可他一张嘴根本说不过对面50多张嘴，一个老娘们顶200只鸭子。黑风寨这老娘们老爷们聚在一起，堪比一个养鸭场。不用想，肯定是不想学字儿呗。这个李三也是个废柴，让他当个老师，他连学生都镇不住。陆七说，有笔墨吗？用那玩意儿干啥？你在地上写，我们就在地上划了。我们能不能学会还是回事儿，不行浪费那金贵玩意儿。你们对自己的认知还是挺准确的。行吧，在地上划了就在地上划了，大家都围上来看看我是怎么写的。里圈的人都蹲下。你们瞧这个字啊，上面这个方框里再加2个点，像不像人瞪着眼睛？不像，人的眼睛都是圆的，哪有方的？就是字啊，老头你是杠精吧？你们把它想象成眼睛，再看这下面是个土字，再下面是字点，像水一滴一滴的，所以什么是黑？瞪着2个眼睛，还是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土里水里，这不就是黑不隆咚啥也看不见的意思吗？瞪俩眼睛还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土里和水里，这不是黑，这是瞎。可不是嘛，我眼神好，天黑的话瞪着眼睛也能看清脚下，这个看不清的可不就是瞎吗？想当年他不爱学字儿才琢磨出来的记字妙招，怎么到了这些人嘴里就被歪曲了呢？陈乔这个面对敌人从不退缩，面对主人的误解从不辩解，面对生死都能看淡的暗卫，在这一刻感觉到深深的无力、委屈和愤怒，一转身找沈涛告状去了。小六叔，你给我出来！是不是你带头对抗李三老师的？还说这个字不该叫黑，应该叫瞎。头儿，没有的事儿。你瞧瞧，这个字儿我都会画了呢。那刚才是谁捣乱？李三老师他不是刚来，人都认不清，肯定是把我和鲁奇认错了。是鲁奇带头捣乱的。你什么你？就是你。嘿，你个老六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学多多的字，我卷死你。这么晚了，大家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大当家，你先去睡吧，忙完手里的活我们就去睡，很快的。第二天，李三老师早上好。早，茅房在哪儿呢？上茅房啊，走，李三兄弟，我带你去。兄弟，没见识了吧？这谁这么变态啊？设计这么个茅房，是想恶心死谁吗？嘘，这是大当家吩咐我们这么干的。别看现在脏啊，等开春沤成肥料，种田那才叫壮实呢。李三，你刚来，今天就四处转转，闲暇时想想晚上教他们什么字。另外呢，明天早上我会让黑风寨的人都早起1个时辰，你教他们点拳脚功夫。少爷，我回来了，幸不辱使命，我已经成功混入黑风寨。哦，混进去了，这么容易？以什么身份混进去的？他们让你留下来干什么？陈乔一一作答。他们让你教识字，还要让你教拳脚功夫。
少爷，你是不知道那些刁民有多刁。少爷，那女人是一个凶悍的女人，半点不讲道理。陈乔啊，自从你去跟踪他们以后，话就变很多。话变多了吗？他怎么没有发现？肯定是少爷烦他了，下次少说点。行了，陈乔你回去吧，继续盯着他们，有事来报。少爷，我要是走了，你身边就没人照应了，没事吧？天气凉了以后，我身体不适，已经许久没有出过门，能有什么事放心去吧。好，少爷你小心，有事记得放出林雀，他会去找我报信。沈桃带着写好的计划书来到县衙找徐以德。沈姑娘，既然你都计划好了，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，我这就写一封信，加盖官印作为信物，如何？那太好了啊！有劳大人，您放心，10天以后保证大赛红红火火的办起来。就是劳烦大人把这计划书前半部分的细则找人抄几份，派衙差送到各个村子去，让他们先进行初赛，排除掉一些水平不行的人，其余的呢就张贴到大街小巷，告知百姓。你下山了也不来冯家找我，要不是我来看舅舅，你是不是就想偷摸去办事了？办大赛这么重要的事，我得帮你啊。明儿，你别胡闹，沈姑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你乖乖回家，等大赛举办的时候，我派人去通知你，再给你留个好座位，你看行吗？徐大人，冯明他虽然年轻，但是做事也是挺牢靠的，他要是愿意，就让他跟着我，前段是历练历练。可好，黑风寨的马和马车都要拉货，要不是看在你有马车的份上，鬼才想答应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也罢，明儿你就跟着沈姑娘吧，凡事多思考，多和沈姑娘商量。知道了，舅舅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山，大当家，啥事儿啊？你们跟我下山，有大事要办呢。还有那个李三呢？李三，哎，这儿呢。你喘成这样是干嘛去了？陈乔出城时，眼尖的看着沈桃坐着冯明的马车往山上赶，他可是使出了洪荒之力，才勉强赶到山上。2条腿和4条腿比赛，他能不累吗？我就是去山上。哎，我明白了，早上我发现李三他不习惯上咱们的茅房，刚刚肯定是偷偷去山上拉屎去了，听到大当家的召唤，火急火燎的跑回来。以后尽量克服点，肥水不能流外人田。行了，李三跟我们一起下山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哟，这不是要举办大赛的告示吗？县令大人为了鼓舞百姓，决定举办一场民生大赛，男子可参加打鼓组、珠算组、力气组、摔跤组、射箭组、耕地组的比赛，女子可参加烹饪组、缝纫组、野菜药材识别组、生活妙招组的比赛。比赛10天后举办，具体比赛地址请注意县衙门口的告示栏。单项比赛中取得第1名的，赏银10两；第2名赏银5两；第3名赏银3两。啥？第1名有10两银子？那我必须报名啊！能得上名次就有奖金，没得上名次就当玩一场，也不损失啥呀。还有力气组啊！我老李敢说力气第2，就没人敢说力气第1。我必须报名，第1名肯定是我的。我家娘们针线活也好，每次给我缝补衣服，旁人都看不出来补过的痕迹。我给他也报个名。切，就你力气大呀！我一人能领5桶水。哎呦，这县令倒是办了件大好事啊！在哪儿报名啊？县衙报名。那还等啥呢？兄弟们，赶紧去县衙报名啊！我舅舅动作挺快，告示都贴出来了，要报名的百姓可多了，全都一窝蜂跑去县衙了。这场比赛呢，是县衙冠名，咱们黑风寨筹办，把大家叫出来，正是要为这场比赛招商引资。何为招商引资啊？这场比赛无论是场地还是最后的奖项都需要钱，可是这钱从哪儿出呢？对啊，从哪儿出啊？你读书读傻了呀？百姓报名的热情你看到了吧？所以比赛当天，你觉得会不会热闹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人山人海，全县城的百姓都得出动。那就对了，县城的商户们缺知名度，所以在这一天，我们可以给他们展示的机会。这机会自然不是白给的，得要钱啊！我懂了，各位都记住了，现在开始挨个店铺去转。1问他们是否需要在现场立牌宣传，2问他们是否需要在比赛中插播广告宣传。立牌宣传的50两一个牌子，自己找人举牌；广告宣传100两银子一个广告，也是自己找人排演。这些商户可能不知道啥是广告，没关系，你们统计出有想法的，回头召集在一起，我给他们演示一下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山，你们3人去询问商家意向，李三跟我去城中转，
找合适举办比赛的场地，有时咱们在县衙门口碰面。我呢？那我干啥？你就在马车上坐着，啥也不用你干。那可不行，要不你跟我去我家，我家有酒楼、书坊、玉器店，我娘肯定要打广告。你家最后去，我们得先去看场地，还得规划出一片卖小食品的区域，招些摊贩来才热闹呢。沈桃的马车在县城跑了一下午，终于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方，就这里了，不错。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那些商户反应怎么样？我们今天跑了半个城的商户，好几家都想立牌宣传呢。对，他们都不太了解啥是广告，就想着立牌宣传，还问能不能便宜一点呢。沈桃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的身份了？我可是有着好多空房子要收租的少爷，本少爷正好有一间铺子空着，可以拿来用。怎么样，我仗义吧？好小子啊！等这件事结束，我拉你入伙，姐姐带你飞。都别忙了，你们排演个短小的广告，以此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广告。我吗？那来啊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我说老张啊，你瞧瞧那几个人都这么年轻，不会是骗钱的吧？咱们再瞧瞧吧，县令举办的活动，谁敢明目张胆的骗钱？不想活了。再说了，你看那个公子，他那衣服料子可不便宜，怕是哪户人家的公子哥。那个公子你们都不知道，县令大人的外甥，冯家唯一的公子，他以前到我店里抓过药。哦，县令大人的外甥，那这事可做不得假。你们没看见百姓报名的热情劲儿呢？10天后，估计全城人都要出动看热闹。若真给咱们一个露面的机会，那可了不得呀！各位掌柜，大家好，我姓沈，单名一个桃字，承蒙徐大人不弃，让我帮着张罗大赛的事。这信呢是徐大人亲手所写，还加盖了官印，大家传阅一下，小心别弄坏了。是官印没错了。沈姑娘，之前有人到我铺子里问，想不想在比赛现场立牌宣传？还说有个什么广告，这有什么区别呀？立牌宣传就是在比赛现场允许你们亮出自己的招牌，让百姓知道你们。当然了，没交钱的人我们是不会允许亮牌的。只是各位掌柜能来，肯定是想借此比赛之际打响自己铺子的名号。百姓大多不识字，就算亮了牌子，看懂的也只是一些文人。要我说呀，还是要打广告，通俗易懂，极易扬名。广告？我们也不懂啥是广告啊。问到根上了。好，现在我就给各位大人演示一下什么是广告。大家不要出声啊，请看广告演示。兄弟，你闻到了吗？酒香。没错，是酒，还是陈年佳酿。天哪，是酿酒师家陈家的玉壶春，这么香的酒，我必须买一点尝尝。兄弟，给我尝一口呗，就一口。这酒芳香浓醇，快馋死我了。这酒啊，不仅我要喝，还要给我爹尝尝，剩下的埋在地里，等我儿子满月的时候喝。你想喝呀，自己买去啊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酿酒师家陈家倾情推荐的玉壶春。孝敬老爹，招待客人，逢年过节必备佳酿，你值得拥有。全城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请认准陈家玉壶春，别买错了。地址就在陈家玉壶春，真有这好酒吗？我也想尝尝。地址就在我家店跟前，我咋不知道有个玉壶春啊？啥时候开的？我也买点尝尝。各位淡定，这个玉壶春呢，是我虚构出来的，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广告。你们懂了吗？这就是广告啊！真厉害呀！我看完以后都想去买呀。那我们也能打广告？对呀，我们怎么打？我是开当铺的。打广告可以，你们自己回去找人编一个小广告。广告中呢，要包含你们的牌子、地址以及品牌特点，一定不能做虚假宣传啊，否则人家真去买了，但没有效果，回头可是要砸你自己招牌的。在比赛中插播广告，100两一条。我打广告。最近城里开了个新的首饰铺子，抢了我不少生意，我一定要击垮他。好，风鸣，快登记一下，这些可全都是金主爸爸呀。我也要打广告，我不打，说不定对手就打了，我可不能输。这是我的银票，我大发客栈的。这是我的银票，我顺通镖局的。举办活动的钱有了，孝敬徐以德的钱有了，黑风寨连盖房子租地的钱都有了。就这，他们就争先恐后的给钱了。我的个老天爷，涛儿简直太牛了吧！各位掌柜，今天大家先回去吧，
好好想想，要排演一支什么样的广告。掌柜们交钱的时候满脸兴奋，这会儿脸上却有些迷茫。虽然说知道了广告的表现形式，可到底要排演一支什么样的广告来扩大知名度，他们又毫无头绪。瞧瞧，赚钱的机会又来了。各位掌柜，如果您实在不知道这个广告该怎么排演，您找我呀，您早还是这里。没有头绪的可以来找我，我帮您出点子。策划费呢也不多要，就10两银子。想请我帮忙的，明天赶早啊。10两？这么贵？在比赛上打广告才100两，出个点子就10两？人家也不是强买强卖，你要是自己排，人家也没拦着呀。10两就10两，沈姑娘，我现在交钱，你现在就指点我1、2可好？哦，现在指点？那您过来，我先听听您的诉求。哎，沈姑娘，不瞒您说啊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最讲诚信，我店里的金银首饰那可纯着呢，绝对没有偷工减料。而且我也知道，普通老百姓买点金银首饰那都是奔着传家去的，所以我店里款式虽然不够新颖，但全部都是经久不衰的款，就算过了几十年，传到下一代再把这个首饰拿出来戴，那也绝对不过时。我对门新开的首饰店，哎呦，就玩新花样，年轻的小姑娘们都喜欢，可那玩意儿过阵子就不时兴了呀。您说说，我怎么排演广告才能打败对手，给我的首饰店扬名呢？在张掌柜耳边低声这10两银子花的值啊，就这么办了。沈姑娘，我这就回去召集人排演广告，等我排成了，我还到这里来找您，请您给长长眼。好说好说，掌柜的您满意我就高兴了。满意。哎，我这就走了，回家找人排演广告去喽。其他掌柜一瞧这情况，都有点心动。不就是10两银子吗？张掌柜出得起，他们也出得起。哎，沈姑娘，这钱我也出，麻烦沈姑娘给指点个明路。各位掌柜，今天天色不早了，都早点回去吧。有意请我出主意的，明天赶早。16张，1600两，这还是第一天啊！明天把剩下的商家都跑，说不定还有1600两。哎，你掐我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哎呦，哎，叫你掐你还真掐呀，还使上这么大的劲儿了。哎，你这人不是你让我掐的吗？好了，各位，这钱除了用来举办大赛，剩下的还要分一半给徐以德大人，所以都别高兴得太早。今天咱们先回去，明天继续努力。怀里摸出张掌柜刚给的10两银子，塞进冯明手里。啥意思？你这是啥意思啊？这钱你拿着，这2天你跟着忙里忙外辛苦了，更何况你这房子我还想借用2天，马车也想借用2天，这10两银子算是租金，你别嫌少。你就说你啥意思吧，为啥给我钱？是不是不把我当自己人？我告诉你，这钱我不要，你拿回去。给钱还不要，发扬风格呢。我就是不要，房子你随便用，马车你也随便使，上车，快上车啊！把他们安全送到地方，你也不用回了，明早再把他们都接下来。哎，他怎么被拉下了？他不要钱，不就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去黑风寨混吃混喝混住吗？现在追还来得及吗？拉倒吧，这还追啥了？爹娘，要不咱仨唠会儿嗑，实在不行我给你们找点活干。没人理他，屋子里只有他爹翻书和他娘吧唧嘴的声音。这日子没法过，这家也没法待了，回屋睡觉。10天一晃而逝，正式比赛这一天，老六叔，把你的银袋子拿出来，一个人发20个铜板，不算在工资里。早饭午饭大家都在外面解决，在现场遇到好吃的也都买来尝尝。一人20个铜板，黑风寨50来号人，就1两多的银子呢。要是在山上吃，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银子，都是苦哈哈的人，吃什么好东西？吃饱不就够了吗？给你吃，你们就好好在山下吃吧，小心噎着。老六说，我嘴大大吃四方，长这么大除了读到过，还没噎到过呢。您老人家可放心吧。出发！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带黑风寨下山？大当家，你唱的这是啥呀？还怪好听的嘞。咱们走快点，去晚了都占不上地方。可不是嘛，邻里邻居的都要去凑热闹呢。比赛场地，鲁琪，瞧见没有？那边是小吃摊和停车区，你带几个人过去，有小吃摊过来就检查他们的票，有票的放进来摆摊儿，让他们排成一列，没有票的不许进。桃儿，你放心好了，鲁叔保证完成任务。大山，一会儿你盯着点，冯明一来
你们俩就核对现场举牌宣传的名单，没给钱的不让举牌。好嘞。老六叔，谁喊我？在这儿呢。老六叔，这边是比赛选手休息的地方，下场比赛开始之前，你把比赛选手清点好，可别把人给落下了。桃啊，老六叔这人最靠谱，这事儿交给我就对了。李三，我在这儿呢，梅龙，不用这么大声。这份名单给你，全都是要插播广告的商家，由你来负责。我一会儿呢点到哪个商家，你就叫哪个上台。行了，知道了。你小子一会儿就跟着我，多笑笑，听到没？都让一让，县令大人到。今天这日子就不兴贵了，不贵了，都起来吧。县令大人为人真是随和，兄弟，大声传下去。县令大人真是随和呀。对呀，县令大人真是随和。县令大人真是随和。赞扬声越来越大，传到了徐以德耳朵里，感觉整个人飘了。大人，请上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持人沈桃。在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我们的县令徐以德大人体恤大家劳作辛苦，特意举办了这场民生大赛，一为庆祝丰收，二为犒劳百姓辛苦。大家掌声感谢徐大人。我宣布，民生大赛现在开始。第一场比赛是男子摔跤，有请大田村李壮虎和小河村的林和。快上场了！有衣服脱了吧，一会儿都拽坏了。大田村的跟我一起喊：李壮虎，李壮虎，李壮虎！小河村林和最牛，那可是我们村摔跤组第1名。林和，你最厉害，碰到他。小河村的都和我一起喊，不能让大田村的声音压住。最终，小河村的林和技高一筹，将李壮虎按在地上，爬也爬不起来。10个数，李壮虎你要是起不来，林和就获胜了。1、2、3，小河村林和在第一场比赛中获胜，成为第一个晋级半决赛的选手。现在选手休息一下，我们插播一条广告，有请张掌柜的传承首饰店。啥是广告啊？不知道啊，没听过呢。张掌柜的首饰店，我家婆娘的银簪就是在那里买的呢。广告啥东西啊？徐大人可知道？看看不就知道了，马上就来了。这一男一女怕是看对眼了呀！天哪，他俩看对眼了，但是两家人不知道给他们找媒婆相看别的人家了。哎呀，有情人要被拆散了吗？天哪，他们有孩子了！传承首饰店，让情延续，让爱传承，购买地址。对呀，买首饰不光可以戴，还可以一辈辈传承下去。传下去的是爱，是情，也是家风，这寓意好啊！我儿子快成婚了，女方家要个银镯子，我们就去传承首饰店买。这不光是传承，也是一辈子风风雨雨的见证。你们懂啥呀？让我这个嫂子给你们说说，这呀是相守一生的承诺，哪个姑娘不想要这样的承诺啊？在场没结婚的小伙子们，听嫂子的话，喜欢哪个姑娘啊，就去传承首饰店买个东西送人家，这就是最高的承诺，一辈子的承诺。原来这就是广告啊！不错，真不错。在短时间内就道破了一家店的精髓，给首饰赋予了比金钱更加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传承啊！妙极，妙极！看来以后家里的首饰都要去他家买了呀。确实妙极。张掌柜听着百姓的议论，心里都乐开了花。这银子出的值啊！下次还有这活动吗？他还打广告。旁边的小汤开始干活了。我要吃！现在有请县令徐大人给大家颁奖。得了奖的人眼眶子都红了，诚惶诚恐的，就差没给徐以德下跪磕一个，感谢他给予自己殊荣。他们这个徐大人真是不错，能办事儿，有钱他是真发呀，这人能处。第一届民生大赛圆满落下帷幕，咱们来年再见。比赛结束，百姓们还意犹未尽。徐大人，今天天色晚了，场地还要收拾收拾，只能明早去县衙找您。沈姑娘，不急不急，今天这事你办得太漂亮了，本官还是第一次这么受百姓爱戴，想必传扬下去是一段佳话呀。哪里，徐大人您本来就受百姓爱戴，只是百姓没读过书，笨嘴拙舌，不知怎么表达。我只是利用这个契机，让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已。沈姑娘谬赞啊！这样，你明早就带着户籍过来，我让人帮你们落户。租地的事也尽量明天办好。你和明儿关系这么近，都是自家人嘛，好说。以后有啥事啊，
还要仰仗沈姑娘帮忙，要不今晚咱们一起吃个便饭，庆祝一下。我那50多个人都来帮忙了，今天这顿饭啊，我是没有福气吃了。改天我专程安排一桌，还请大人赏脸。沈姑娘，那我就不强求了，本官先行一步。集合！今天的比赛举办得很成功，而且咱们落户的事也有着落了。老六叔，回去的路上割30斤猪肉，买5斤鸡，酒不买。好了，往回走吧。陈乔偷偷脱离队伍，潜回周家。少爷，我回来了。还记得你上次回来复命是什么时候吗？是陈乔的错。最近黑风寨的人筹备县里的民生大赛，那沈桃每天都给我安排很多活计，还天天跟在属下身旁，属下实在没时间走开，请少爷恕罪。民生大赛办得怎么样？我这几天也听下人议论过，倒是想不到县城中这么盛大的活动竟是黑风寨的人办的。他忽然就很好奇，沈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竟然能想出广告这样的宣传方式，做出跳棋也许是巧思，可能想出广告这种宣传方式，足以见得他对经商十分有钻研，了解他，结交他，益处良多呀。咱们周家可有打广告？打了，还专门出了10两银子，让沈桃给出的点子呢。那广告是什么样的？沈桃让咱们家用各种布料做了很多款式的衣服，找来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20个人呢，还有小孩。这些人穿着新衣服在台上展示，就这样。对了，背景还有乐曲，都踩着鼓点走，可带劲了。周家这个展示的广告也很有趣哦。对了，陈乔，你现在对沈桃印象如何？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京城派来的，日子过得真是苦，睡的都是茅房，每天就想着怎么发家致富，就连点粪都得留着交钱。这个沈桃嘛，是个聪明女人。好了，去吧，以后2天回来一报。知道了，少爷。老六，你注意点形象啊，闻味能闻饱咋的？赶紧上一边待着去吧。冯明也格外的兴奋，有种要过年的欢乐。照理说呀，他在冯家没少吃好东西，可从来没有哪次的肉被他这样期待过。开饭。香，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大家伙，我要和你们汇报一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啊？不会告诉我们下顿还吃肉吧？我已经和县令大人商量好了，明天就能给咱们全体落户。从今往后，咱们就是这个县城的人了。这块地我也准备租下来，这里属于我们。能落户了呀？好啊，以后就有家了，我们就不是流民了，能堂堂正正的和别人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了。这次咱们承办民生大会，除掉花销，手里还剩下3415两。按照约定，这钱得给县老爷分一半，也就是咱们还余1700两。我们最近还攒了300多两，算起来咱们存银已经突破2000两了。啥？2000两？哦，乖，我们有这么多钱了？咱们都是富人了。我祖宗8辈加起来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了。哎，安静，大家安静。冬天眼看着就要来了，这钱咱们要用来盖房子。咱们这大老爷们不少，基本都是单身，以后肯定得找媳妇，所以啊，这房子必须盖成单间，要不以后娶了媳妇都没地儿住。这笔花销不小，剩下的钱咱们还要在城里开买卖，多拓展点思路，咱们就多一个来钱的渠道，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进账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桃啊，你不用和我们商量，是你带着我们从无到有的，我们都信你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是啊，卢婶说的对，桃儿，我们听你的。桃儿，你带着我们放心大胆的干吧。之前咱们说过，管吃管喝，每人每天发1文钱做月钱。现在条件好一点了，但又没完全好，可月钱和伙食都要变。以后每天白面馍馍管饱，7餐吃1次肉，月钱呢也提升为1天10文钱。老六叔吃过饭就把上一阶段的月钱给大家清了，明天开始1天10文，只要大家卯足劲儿跟我干，好日子还在后面。我保证你们有棉衣御寒，有饭食饱腹，生病有药吃，手里有余钱，媳妇儿娶到家生个胖娃娃，死了大操办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，死了都没人收尸和烧纸，可桃儿现在说要给他们娶媳妇儿，
他后继有人了。行啦，都别哭鸡尿好了，明天早上大家继续干活。我去县城办落户，回来的时候我顺便找些泥瓦匠过来，看看咱们这房子该怎么盖。快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沈桃远远看见冯明这小弱鸡跟着一起操练，于是冲他招了招手。叫我有事吗？对了，以后我8成经常会在你们这里住，要不给我弄个床吧？冯明，我和你商量个正经事儿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们不是借用你的店铺吗？我看那铺子挺不错的，能不能租给我呀？租金1年多少？你要搞什么买卖？说来听听。通过这个民生大赛，我发现大家可真喜欢看广告啊，看比赛都没有看广告认真。那是啊，广告多有意思啊。以前看电视的时候最讨厌插播广告，可平台那些人不讲武德啊，都充值了 VIP 还得强制人看，烦都烦死了。还从没有见过这么爱看广告的人。既然广告这么有意思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广告拉长一点，让剧情更丰满一些，把它变成一个需要连续观看的剧情呢？剧情丰满，演成故事，这行，这绝对行。我能预测，保证场场爆满，火爆的不行啊！格局，放开了再畅想一下。放开？放得多开？这么好的节目，一天就给他演完？那不能。用你的话说，剧情丰满一点，演他个5、6、7、8天。一天就演1场的话，万一有人有重要的事他没看着呢？那一天多演几场？孺子可教。不过咱们场地就这么大，挤不进来更多的人了，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呢？要不咱多开2家铺子，这不就装下更多的人了吗？在其他茶楼和酒馆里边安个说书的，就说咱们这个故事，还可以写成书，做成手抄本，卖给读书人和后宅女眷。故事还能同步给隔壁县的酒楼，只要他们给银子。故事中间呢，可以插播广告，还可以让卢婶和刘婶带点货，卖个东西啥的。哦，反应慢半拍啊！桃儿，这铺子我免费给你用，我以及我的小四还能给你打杂，马车也能给你拉货，说书人、写书人，我全都有。我爹在隔壁县也开了酒楼，我就一个条件，利润分1成给我，怎么样？这么多资源，只要1成利润？1成太少，利润给你2成。说不是我这么多人要养，我还能再给你多一些，你见谅啊。好，明天咱们就去收拾房子。别，明天还要去见你舅舅，还要找泥瓦匠。故事呢，我也得花时间写出来，所以真别急。天色渐晚，他就看到门口有条黑影。谁？是我，李三儿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天气眼看转凉，我怕山里野兽侵袭，就四处转转。沈桃觉得李三这个人真不错，又会文又会武，而且还很有责任感。老六叔和鲁琪都没想到晚上巡视一下，人家想到了。李三，早点休息吧，明早你还要早点起来带他们练武，辛苦你了。陈乔利索地走到自己住的那间房门口，闪身进去，本想扎到茅草上就睡，没想到伸手却摸到了一张床。床下面虽然还垫着干草，可上面却有一床被褥。陈乔感觉心里酸酸软软的，这些人看着大咧咧的，心还挺细的，能摸出来被子上还有补丁呢，但是浆洗过，很干净，上面还有阳光的味道。今天他看到外面晾晒了一床被子，只是他没想到这被子是给他的。大家默默地给他把床铺安置好，没有一个人邀功，好像这就是给家人铺床，这么理所应当又稀松平常。陈乔吃饭的时候还理解不了因为落户而落泪的债民，反正都是生活，有没有户有什么区别？直到此时此刻，陈乔懂了。他同样睡在这个位置上，可一张床一床铺盖却让他有了归属感，让他感觉自己和这里的人成了一家人。家这种感觉他很久没有体会到了。他身为暗卫，随时都有可能替主人去死，有了家也就有了牵绊，这条命就舍不得丢了。翌日徐大人。哎呦，沈姑娘。徐大人又见面了。沈姑娘，快坐快坐，来人上茶。徐大人，这是整个民生大会的账单，您过目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信得过沈姑娘。民生大会一共收了广告费3700两，小吃摊场地租用费8两，一共3708两。获奖选手的奖金共发放出去230两，盖高台、舞狮子、乐曲费、画师费、桌椅板凳租用费等等，
一共呢花出去63两，还剩下3515两银子。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，这招商引资的费用要分给您一半，这是1760两。徐大人，您数数。既然答应了沈姑娘落户之事，那就把户籍资料交过来，我让人去办。只是落户还要通知你们的户籍地，把户籍消除。这一来一回的书信得粤语，沈姑娘别急啊。不急不急，只要徐大人肯帮忙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户籍之事需要时间，可租地这事儿现在就能办。徐大人，我想把这块地买下来，要多少银子啊？沈姑娘啊，按照大越国律法，山不能售卖，最多是租。您要买的话，着实是难为我了。为何山也不能售卖啊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大越国的矿产大部分出自山中，由朝廷严格把控，为防止私自开采，山只能租，不能卖。而且一旦发现山中有矿产，即便租期未到，朝廷也有随时收回来的权利。徐大人，是我不懂事让您难办了，那就租，我先租上3年。去了卖砖瓦的地方。姑娘，你家要盖多大的房子？你父母没跟着一起过来吗？具体要多少砖瓦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您给我估算一下，再替我介绍2个靠谱的泥瓦匠。我这房子必须上洞以前盖好，要不地冻住了地基不好挖。带我去看看，我估算一下。很远吗？您放心吧，肯定把您送回来。听他的，全都听他的，他才是掏钱的人。盖的地方这么远，你们得有个准备，这搬运的费用怕是少不了。他心里有点凌乱，啥时候女子在家里这么有发言权了？乖乖，这几间茅草房是谁盖的？歪歪扭扭，这地可是县里的，你随便盖房子真的行？你放心吧，违法的事我们可不干。这小姑娘在这群人里地位这么高，这片茅草房占地就极好，要推倒茅草屋盖砖瓦房嘛，那只能在这片盖了。只是这些树您不用担心，回头我就找人都挖了。啥？你要盖55个单间，还得有会客厅、饭厅、灶房，这得多少砖呢？这您不用操心，您只要规划出大概需要多少银两就可。有纸笔吗？有尺吗？直到太阳落山，一幅建造图跃然纸上。好，你画的太好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这房子建造下来，砖瓦、人工、运送费，少说这个数，这可不便宜啊。我们也不能赊账，您可是要想好了。您放心，绝对不赊账，砖瓦都给您结现银，泥瓦匠的钱我也会日结。好，明天我带人来送第一批用砖，15000块，泥瓦匠也同时跟过来。姑娘可要按约定给我结现银呐。李掌柜前脚刚走，沈桃后脚就走进了树林。拔树这种事儿只能他自己上手。桃又咋了？你们谁得罪他了？怎么又拿那些树出气了？冯明站在树林外，整个人都是震惊的。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沈桃用他的神力。我的娘啊！沈桃这小姑娘吧，看起来弱不禁风的，怎么这么大的劲儿？他之前还想要娶她，可拉倒吧！就他这小身板，经不起折腾。他为他曾经的无知道歉。他再打沈桃的主意，他就是狗。李三儿啊不，陈桥同志看到沈桃拔树拔得起劲儿，也偷偷地抱住了一棵树，想要试验一下。他憋得脸都红了，然后撒了手。不就是拔不动树吗？别人也拔不动，能拔动的那才是不正常的。他可真是善于开解自己。不过他也明白寨子里的人为啥服沈桃，就这战斗力谁不服啊？别看他武艺高强，可碰到那种一拳就能把他脑瓜子打放屁的人，他也打怵。沈桃这边拔树拔得起劲儿，殊不知那些出自他手的广告正在城中不断发酵。您相中什么了？我拿出来给您看看。不用看，我要银镯子，就要你打广告那种能传家的，花样不花样都无所谓。银镯子现在已经没货了，要不您看看这银钗，这银耳坠戴着也很好看。我就想要银镯子，能定吗？我儿子成婚那天要给儿媳妇的，他们下个月才成婚呢。要是能定，我能等。定的话要交定金，得20天，您能等吗？等啊，这镯子可要一代代传下去呢，等几天怕啥呀？我信任你们家，就想要你们家的货。翌日，鲁琪，
桃儿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叫我干啥？今天泥瓦匠会过来，砖也会运上来，砌墙你们不会，挖地基总行吗？你带些人帮忙挖地基，泥瓦匠少干一点，咱们就少付一点钱。盖房子就开始盖了，那你拔树也是为了平地盖房子？那你以为我拔树干啥呀？闲得吃饱撑的。桃儿，你真能说笑。李掌柜正激动地看着门口那块平整的地，昨天晚上他走的时候，这里还长满了树，就一晚上这树就全拔了。这寨子里人执行能力也太强了吧。李掌柜，快进来坐。姑娘，你们是真厉害啊，一晚上就把门口的树清理干净了，佩服佩服。和你们做生意我心里高兴啊。15000块砖我找人运上来了，这钱还麻烦您结一下。掌柜，还麻烦您给我打个收条。姑娘做事倒是个严谨的，和你们合作很愉快。砖要是不够了，你和泥瓦匠说一声，他们下山就会告诉我，回头我给你送过来。那就麻烦李掌柜。砖瓦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，现在流落他乡，他们托桃的福，竟然还住上了砖瓦房，而且听那些个泥瓦匠说，这房子要盖50几个单间嘞，这就意味着每人都有一间。风明，你换件衣服，和我下山看看铺子，需要啥东西咱们提前安排。我没带衣服来。感情你就一件衣服呀？那你还敢把自己造成这个逼样？哎，老爷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你这几天是跑到哪儿去了呀？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这是上哪儿受苦去了呀？这是去哪儿胡混了？这次你必须老实在家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儿子出门在外，弄得一身泥回来，你不但不问问他是不是受苦了，你还说他出去胡混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再说了，儿子从小就乖巧，他能去哪里胡混呢？他又不是小猫小狗，你说关在家里就关在家里。夫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哪儿去啊？你给我回来！刚才的话你还没说明白呢。儿子到底咋了？前几天还给咱们家打了个广告，铺子里生意好着呢，你凭什么关着他？爹娘，我现在学习做生意，你们放心吧，我好着呢，不是在外面乱混，过几天我再回来。快走快走。你回家怎么跟做贼似的？我要是不做贼，我就出不来了。我老爹和老娘现在还因为我在家里掐架呢。咋了？铺子的事都解决了，你怎么还一脸苦相？我写的这个戏吧，需要2个年轻女性，可咱们黑风寨最缺的就是年轻姑娘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这有啥愁的？有专门的牙婆呀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带你去。哎，你闻闻，这烧饼多香啊，买个尝尝呗。你要买你就自己买啊，我可没钱。切，我刚回家拿了点存银，我现在有钱，我请你吃。有人请客，沈涛就没有心理压力了。系统检测到需要手术的目标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宿主是否选择救治 ？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B. 救治，救人性命是善举，宿主可增加3点好运值。沈涛，你干啥去啊？陈郎中，求求您，救救我的娘子和孩子，求求您啊！不是老夫不救他，他现在气息微弱，人就快不行了，而且生产是接生婆的事儿，老夫也没办法呀。咋回事啊？有房间能接生吗？空房间倒是有，但他人都这样了，这要是会把人抬进来，快点，我会接生，快把他抬进来。人呢？都出来！治不了，我们真治不了，快走吧，别在我们门口，快走快走。你们几个把人给我抬到马车上去。风明呢？我在这儿呢。把马车拉过来，来不及了，咱们就在马车上接生。让让，你们都让让，让我把马车拉进来。您别看我年轻，但是我的几个弟妹都是我接生的，生我弟弟的时候也遇到了难产，所以这情况我熟。你要是信任我，就让他们把你婆娘抬到马车上，咱们一起努把力。等啥呀？他不是说能给我妹子接生吗？再等下去，我妹子命都要没了。我妹子要没了，你也别活了，我弄死你！你倒是快点下决定啊！再拖下去，人就真的完了。把人抬到马车上去，快把车赶到没人的地方。风明，我现在要给他接生，时间会很长。我告诉你，必须把车给我看好了，谁也不能过来看，听到没有？你这是要买我的刀？哎呦，我可没钱找给你呀。不用找了，
刀是我的，钱是你的了。那就谢谢你了，你可不行反悔哈。反悔你也找不到我了。沈桃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上不了这个马车。好，冯明，全靠你了。沈桃带着陷入昏迷的产妇闪身进入了系统1级手术室，还好有马车车厢遮掩，否则2个大活人忽然消失，得把旁边的人都吓死。你给我靠后，别靠近，人就在车厢里，还能跑了不成？我告诉你，谁要是打扰他接生，别怪我手里的菜刀不认人。这接生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对呀，我刚才看那女人脸惨白惨白的，好像都晕过去了。晕过去根本使不上劲儿，根本就没法生孩子呀。这半天都没动静，怕不是大人和孩子都已经……你要干什么？这么半天都没声音了，我要看看他们。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？谁也不准靠近，你要是再靠近，你信不信我这道乌眼招呼在你身上？怎么样了？那女人的孩子生出来了吗？师傅，马车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估摸着大人小孩都已经，您老人家都已经说了那女人没救了，结果那个女的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会接生，这下好了吧？人吓得猫在车里都不敢出声，我看他能坚持多久。退后，你给我退后，再不退后我就要砍了呀！有本事你就砍死我，否则我拼了最后一口气我也得见到我妹子。你要是识相的就赶紧给我让开。沈桃照着孩子的屁屁拍了2下，哇的一下哭开了，声音无比洪亮。孩子生出来了，孩子真的生出来了。天气凉了，孩子和产妇都容易着凉，快找件衣服给孩子包上，把孩子接出去。你听，翠兰生了，她生了。翠兰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孩子刚生出来，他身体很虚，我需要给他扎几针，让他快点恢复。所以你们接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能让风钻进来，要是冲了产妇，以后会留下病根的。我去给他送，你就顾着孩子，没轻没重的，万一风吹进去，我妹子该留病根了。快把帘子拉上，别让风冲了翠兰。哎，生的啥呀？带把不带把啊？男娃还是女娃呀？哎呦，遭这么多罪，鬼门关上走一遭，再生个女娃不亏大发了吗？是个带把的，是男娃，老祖宗保佑，我家有后了。男娃咋了？那也是我妹子拼了命给你生出来的。生产之前我就让你找个合适的接生婆，你咋跟我说的？你说你奶就能接生，说你兄弟几个全是你奶接生的，经验丰富，结果呢会接生个屁，差点让我妹子送了命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妹子没事，咱们皆大欢喜。要是我妹子有个3长2短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哥，翠兰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刚才感觉上了天堂，四周很亮很亮，亮得刺眼。我是不是死了？孩子呢？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已经让他爹抱走了。我得和你说件事儿啊，你可千万别害怕，你刚才就快不行了，你要是死了，那可是1尸2命。情急之下，我把你带到马车上剖腹取子。不过你别害怕啊，我可不是乱下刀的。我娘生我弟时和你一样情况，我就是剖腹把我娘和弟弟都救活了。你把我肚子划开了，孩子呢？孩子没事吧？孩子好着呢，你的肚子也缝合上了，而且你是不是没有感觉多疼？你这不说，我还真没感觉，真的不疼。之所以不疼呢，那是因为我用银针封了你几个穴位，过一会儿银针的效果消失，你就会感到疼。疼的时候你别害怕啊，这是正常现象，等伤口长好了就不疼了。我的肚子真的能长好吗？我不会死吧？要是死的话，刚才就死了，还能等到现在啊？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沈棠。好啦，你哥哥和男人都在外面，你想见谁？我让他们进来。外面风大，你还是尽量不要招风的好。我想见我哥哥。翠兰哥哥，你到马车上来。我妹子怎么样了？快上来吧。妹子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真救活了！我的天哪，没想到那姑娘年纪轻轻，竟真能给人接生啊！这医术也太高明了，她能耐大着呢。这姑娘是谁呀？她的来头可大了，黑风寨沈桃。黑风寨没听过呀，那是你们孤陋寡闻。黑风寨听着就是穷山恶水的地方，那姑娘还那么白，这不就是黑风寨的白姑娘吗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孩子也生了，人也救活了，你们别在这围着了，走，都走，家里没事干呢。哎，
呀，完了！我婆娘让我出来买米的。哎呀，这回去晚了，又该续了个没完了。哎呀，我走了，走了。我也走了，没热闹看了。众人散开，陈郎中还在医馆门口张望。某些人呢，还说人家没救了，让人家回去等死。结果呢，人家一小姑娘愣是给接生了下来，母子平安，这是多大的功德呀！她真接生下来了。黑风寨的白姑娘本事大着呢，人家愣是把你说没救的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我看你这老郎中本事也不行，趁早关门吧。对呀，趁早关门吧。黑风寨白姑娘，这是哪儿冒出来的人？原本一切都好好的，就是她搅局才变成这样。可恨！有本事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哭着来求我。哥，翠兰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孩子已经生出来了，你只要好好休养身体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别哭，别哭啊！月子里流泪，以后眼睛就留下病根了。恩人，今天要不是你帮我妹妹接生，我妹妹人就没了。我赵青山给你磕头了，但凡你有用得到我赵青山的地方，我万死不辞，报答你对我妹妹的救命之恩。我叫沈桃，外面的议论想必你也听到了，我是黑风寨的，就在县城外10多里的山上，那里有个卖货的铺子，那些都是我的家人。青山兄弟，翠兰的事我还得要好好交代交代你，她刚才昏迷不醒，孩子生不出来，怕是会一尸两命。情急之下，我剖腹把孩子拿出来，又把伤口缝合了。您放心啊，我不是心血来潮，我懂医术，而且也用这个办法成功接生过。翠兰没有危险，可后续的护理还是需要尽心。沈桃把现代剖腹产的护理方法一股脑的倒给了赵青山。赵青山听得很认真，肚子上有伤口，暂时不能吃东西，什么时候他通了气儿也就是放了屁，才能喝些米汤，慢慢加到浓稠。产后第2天可以扶着他下地，让他走走，抱孩子喂奶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伤口不能碰水。我说的对吧，沈姑娘？还有没有漏下的？你们瞧瞧，这孩子浓眉大眼的，长得多像我。我娘要是知道生了个儿子，肯定高兴。翠兰，快下车，咱们回家。娘肯定在家等着急了，咱别让她多等。你婆娘为生孩子在鬼门关走上一遭，这才生完你就叫她下车跟你回家，她走得动吗？你倒好，抱上孩子嘴都乐歪了，一句都没问你婆娘。生完孩子怎么就不能回家了？我娘说她当年正干着活呢，就把我生下来了，生完我把我抱在怀里继续干活。翠兰也是女人，也是生孩子，怎么就这么脆弱啊？这鬼门关不都走完了吗？有啥不能下地回家的？她刚才昏迷不醒，让我余家族人受累抬着就算了，现在醒了，莫非还要让他们抬着？你娘生孩子你爹管都不管的，就这样的爹你还好意思拿出来说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找揍啊！我说错了，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不是婆娘和孩子吗？婆娘要生孩子他都不出面，让你娘干着活就把你生下来了，这是好男人吗？这是好东西吗？你出去看看，谁家老爷们不是这样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爹啊？你再说一句试试，看我不打你！你来啊，还要打人呐？这把你牛的！哎，不是我怕你了，我就是抱着孩子呢。你要是没轻没重伤着孩子怎么办？我刚在马车上就听到你在这狗似的乱叫，叫我妹子走回去，你是咋想的呢？不是欺负我妹子，我人还在这儿呢，你就在她刚刚生产完要我何料？刚才我担心我妹子不愿意搭理你，现在孩子也生了，这账也该算了。翠兰本来不到生的日子，结果挺着肚子给一家老小做饭，踩柴火上脚滑摔了，提前生了，于是于栓柱的奶奶给接生。翠兰孩子生不出来，还不停流血，那老婆子不但不体谅，还满嘴埋怨，别人生孩子都那么顺利，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儿啊？翠兰喊了个把个时辰，力气用光，人都晕了。这家人也不说想想办法，就在院子里干站着。若不是赵青山抓着于栓柱要揍，于家也不会找来族人帮忙把翠兰送到医馆门口。当年赵青山把妹子嫁给于栓柱之前，那可是在村里打听过的，所有人都说于栓柱是个好样的，孝顺。赵青山想着孝顺的人人品能差到哪儿去，可是把翠兰嫁过去才发现于栓柱那是愚孝，老娘说啥都听。翠兰嫁过去之后尽心尽力的伺候一家老小，就这还吃不饱，好东西都要留给于栓柱和他8岁的弟弟，说男人才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今天若不是遇到好人，翠兰的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你们都看啥呀？快来帮忙啊！咱们于家人都在呢，他就敢打我，根本没把于家放在眼里。赵青山根本没在怕的，把3个大汉全都掀翻在地，武力值杠杠的。沈桃看得眼睛亮了，这是人才啊！山下铺子要开张，少不了有地痞流氓来捣乱。
要是能把赵青山招过来，这不多了一道安全保障吗？李三武艺还行，可他还要留在山上教写字、教练武，不能随时在山下。这不，老天就送了个现成的人才到沈涛面前吗？于栓柱的3个族人被打翻在地，他们怕继续挨打，爬起来就跑。赵翠兰，你就放任你哥打我的族人，娘她饶不了你。翠兰，是哥不对，哥也是气急了，要不你别回余家了，跟哥回去，让你嫂子伺候你月子。哥，你还是把我送回余家吧，我没事的，我身上不舒服，他们最多念叨2句，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沈姑娘，您救命的大恩大德实在无以为报，我也只能拿出这么多钱了，我求您能不能送我妹子，她现在真的动不了。送人是应当的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去余家。只是之前我交代给你的。您放心，我妹子一天没好，我就在余家住1天，我就不信我在这里看着，他们还敢为难我妹子。青山兄弟，你刚才的身手我看见了，是真的厉害。前阵子那个民生大赛的摔跤比赛，你怎么没参与啊？你要是参与，肯定能拿第1啊。我之前在隔壁县的铺子里帮工，没赶上，这不翠兰快生了，我惦记她，这才把伙计辞了回来的。这一回来，民生大赛都已经结束了。青山兄弟，我山下有个铺子，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张了，铺子里就缺个身手好的人帮我看场子。你要是有这个意愿呢，你就到我的铺子里帮忙，1个月我给你1两银子的工钱，你看可好？赵青山都懵了，1个月1两银，他在隔壁县城干活，不仅回不了家，而且月钱也低。这要是能1个月赚到1两银，那他巴不得呢。我去，半个月我妹子应该也能好了。我在这里上工，离妹子家也不远，能多看护她，不受婆家欺负，我愿意着呢。那咱们可就说好了。行了，咱们也别在路上戳着了，送翠兰回去吧。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娶了个这么个儿媳妇进门，搅得家宅不宁的。赵翠兰放任他哥把我儿打成这样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，这媳妇不要也罢呀。栓柱，你马上找村东头的秀才，请你写1封休书，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丢休书门去。我儿仪表堂堂的，我就不信找不到好人家的姑娘做媳妇。我要让那个赵翠兰和她哥哥永远都抬不起头来做人。等翠兰回来，你好好骂她一顿，你要还生气，我就打她一顿给你出气。休妻啥的还是别了吧。栓柱，你娘也是为了你好，你瞧瞧你那个大舅哥，动不动就动手打人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谁家的媳妇儿不听话，男人不得动手教训呢？他家可倒好，总是让娘家哥哥来闹，这样下去，这日子能过好吗？我看必须给他个教训，就像你娘说的，把他给休了，等他回娘家受尽白眼，就知道自己错了。到那时候，你再上门说几句好话，把他接回来，他保证服服帖帖的。娘，休了翠兰，那孩子怎么办啊？孩子，你大伯家大儿子一连生了5个女儿，也没生出儿子来，这实在不行，就把这个男娃过继给他家去。赵翠兰被休了以后，要是听话，就把她接回来，你们俩再生；要是不听话，娘就再给你娶个黄花大姑娘，3年抱俩。这是个女人就会生娃，难道只有她赵翠兰会生？我呸！她生也不会生，还要花钱送到那个医馆去生。你娘我生了你姐，你还有你弟弟，就哪个用去医馆了？就他娇气。那就听娘的吧。可是娘，翠兰哥要是还闹，还要打我，可咋整啊？打你？凭什么呀？你要是把翠兰休了，他算是哪门子亲戚？再动手打人，咱们就告到关老爷那里，让他去吃牢饭。更何况我们余家这么多人，还能让你挨打了？沈桃的马车刚到余家门口，就把他们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。谁要休我家翠兰？谁敢？给我站出来！靠一拳打爆他的头！哎，青山兄弟，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，若是你只是打妹夫，旁人无话可说。可你刚才打了余家的族人，现在再动手，他们所有人出动，咱们今天怕是……姑娘，您说该怎么办？沈桃在赵青山耳边低语：刚才是青山无礼，小妹鬼门关走上一遭，我实在是太过担心，人也糊涂了。我给大家道歉，还望大家不要计较。要是你们心里还不服气，就动手打我2拳，我保证不还手。你腿脚快，快去通知族老，就说有人来家里闹事，让他们来做主。小家伙，上哪儿去啊？我娘让我去找族老。想不想吃烧饼啊？想吃。你要是听姐姐的话，姐姐这烧饼呢就给你吃。那个男的你认识不？认识，是我嫂子的哥哥。那你嫂子对你好不好啊？嫂子好，嫂子每天都干活，给我做饭，还给我洗衣服。那烧饼给你，
嫂子的哥哥是来道歉的，不是来打架的，你就不用去找祖老了。要是找来了祖老，你娘就要把你嫂嫂赶回家，不让她回来了。嫂子还给你生了个小侄子，很辛苦的。于栓泉接过烧饼，大口咬下，然后站到一边看热闹去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不中用的，这一块烧饼就把你给收买了，想你有啥用啊？哎呦，这日子可没法过了。我告诉你，姓赵的，你要得赔偿我儿子的医药费。你看看你都把他打成啥样了，你要是不赔医药费，我就让我儿子休了赵翠兰。对，你要赔我医药费，否则我就休了翠兰。休我妹子？凭啥休她呀？你今天要敢休我妹子，我现在就出去宣扬，就说你们余家欺人太甚。我妹子嫁到你们家之后，上伺候老下伺候小，邻里都看在眼里，反倒是你们家我妹还怀着娃，你们还可劲儿搓磨，害她早产。我妹难产，你们一家人不想着救治，站在院子里干等着我们咽气。今天若不是我逼着你们送她去医治，现在已经是一尸两命了。我妹子好不容易救回来，还给你们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们还没等她进门就嚷嚷着要休妻。有本事你倒是休啊！我看旁人听了你们的作为，谁还敢把姑娘嫁给你家于栓住？不仅你们家，就连你们整个于家的名声都臭了。到时候姑娘老在家里嫁不出去，男娃子娶不到媳妇儿，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信你就试试。栓主娘，人家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不为我们于家的名声着想，你也得想想你那刚出生的大孙子吧。你们就为自己考虑，咋就不为我家栓柱考虑？栓柱有这样的大舅哥，这早晚都得被人打死。我赵青山的妹子，那肯定是希望妹子能在婆家过得好。各位说对吧？要是他于栓柱对我妹子好，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可能一次次来找茬来打他？我难道希望我妹子被人休回家？就拿今天这事说，要是于栓柱有点担当，见我家翠兰生孩子艰难，早早带她去医馆，我能动手打她吗？咱谁没有个姐妹啊？你们换我的立场上想想，家里姐妹在婆家生孩子，眼看人就快不行了，婆家也不说找个郎中给看看，你们能不给自家姐妹做主吗？赵青山这段话说完，于家几个族人脸上都臊红了。人家赵青山说的没毛病，今天这事儿要是换成他们肯定也急，肯定也得动手。嫂子，今天这事儿是你们做的不地道啊！赵兄弟生气动手也是情有可原，孩子也生了，翠兰人也没啥事，你们还是别闹了，关起门来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哎呦，你听听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？他生不出孩子来，还是我的错了？这感情不是你家儿子挨打，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在这起什么哄啊你？我叫你一声嫂子那是给你面子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们把于家名声搞臭了，你就是我们于家的敌人，小心我们去告诉族长，把你们除族，从村里赶出去。对呀，你再闹，我们就联合去族长那里告你，把你从村里赶出去。别闹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呢？我就给你们个面子，今天不休赵翠兰，但是他赵青山要是再敢打我家儿子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我今天刚认识了翠兰兄妹，和他们一见如故。我这个人呢，最喜欢讲理的人，讨厌面上一套背后一套的人。而且你们知道翠兰的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吗？我拿刀子把她肚子剖开，把孩子取出来，就把她的肚子给缝上了。不信的话呢，一会儿你可以看看翠兰的伤口。开肚子这件事儿我喜欢干，更喜欢把肠子拉出来打个结儿，肚子缝上以后休养几天，伤口就能长好。可打结的肠子能疼死个人，就算你去关老爷那里告，也说不出个1、2、3，因为没有人能证明是我干的呀。把肚子割开，把肠子打结，这是什么恶魔？于母被沈桃吓得腿都在打抖。你想要干什么？翠兰是我的好姐妹，现在肚子上有伤口，肯定要好好的养着。要是让我知道有人惹她不高兴，那我肯定要替她找补回来。到时候是划开肚子给肠子打结，还是扭断人脖子，那可就要看我的心情了。放心，我肯定是在月黑风高夜来干这事儿，干得干净又利落，绝对不给官府留下一点线索。有些人家可就惨了哦，人也死了，也没证据能指认凶手，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。你别说笑了，我们家对儿媳妇好着呢，对吧，栓柱？对，我对翠兰好，我以后都对翠兰好。王火，去把你妹妹接下来，放到屋子里去吧。她肚子上有伤口，可是要吃点鸡汤补一补，最好晚上休息的时候能安静一些，别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声。伤口没长好的时候呢，连床都不能下，需要人专门送饭到面前来。
对，我们就打算这么伺候儿媳妇的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劈木柴的绝活能不能交给我呀？我可教不了你，可你嫂子的哥哥是个高手，一个能打你大哥那样的10个，他还要在你家待几天，照顾你嫂子，你可以和他学啊。真的？嫂子的哥哥这么厉害，难怪打我哥跟玩儿一样。我要跟他学，我要学！大哥，求你教我！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每天在外面撒欢还不够吗？还要在家里疯啊！你去一边玩去！于双全可不像他大哥，处处听老娘的话。他挣脱老娘，锲而不舍地跑回赵青山面前，扑通又跪下了。大哥教我！快起来！要是我在这里住，我肯定教你。翠兰他哥呀，你说笑了，家里地方就那么大，没地儿住呀。我们保证会对翠兰好的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咋就没地方住？我床大，让大哥和我一起住。你既然有地方，青山兄弟就住下吧。翠兰要是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，就去找我。风鸣，把车拉进来，咱们一起搭把手，把翠兰抬回屋里去。沈桃脑海里发出叮的一声响，手术判定成功，系统奖励即将发放，请宿主接收。手术奖励好运值增加3点，宿主原始好运值3点，第一次手术奖励3点，第二次手术奖励3点，共计9点，比普通人幸运很多哟。好运值超过10点，系统可开放好运值抽奖，敬请期待。好运值已经加到身上了，怎么没有啥感觉呢？难道没有金光笼罩或者丹田发热这种特效提供吗？算了，天眼看着就黑了，还是想想小燕子和紫薇的眼缘去哪儿找吧。少爷，沈姑娘，天眼看黑了，咱们抄条近路，这条路上鱼龙混杂，不是啥好地方，你2位忍着点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这莫非就是青楼？和电视里演的不一样啊。你去过？你说啥呢？谁能来这种地方？再说我那时候我咋来？咱们县城不大，没有正经青楼，只有这样的暗场馆，要价也很便宜。城里的有钱人要是有看上的姑娘，就娶回去当妾，要么就去州府的青楼，反正不会来这里。沦落青楼的女子一辈子最大的指望，可能就是遇到一位有钱的恩客，替她赎身，助她从良。虽说倚仗男人并不是明智之举，可却是他们在这世道下唯一的出路。可透过冯明的话，沈涛深刻地意识到，有钱人对这里嗤之以鼻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女子最后的出路也被掐断，终其一生都只能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。待她们年老色衰或者病了，没有利用价值时，就被无情地扫地出门，在大家不知道的角落默默等死。爹，不要，我们可以出去做工，可以替你还赌债，你不要卖了我们，求求你了。哭什么哭？老子把你们养到这么大，吃了我这么多粮食，也该到你们回报的时候了。爹，我和妹妹都长大了，你要是等不起我们做工赚钱，你就把我们嫁了吧，把我们嫁了换点钱，你拿去还赌债好不好？爹。哼，你们少给我耍花样啊！你以为我没想过把你们嫁出去？可你们俩长得也就那样，我都打听过了，就算给有钱人当妾，人家都不稀罕。以前我卖你娘卖了10两，现在卖你俩，你们是黄花大姑娘，至少一人给我20，你们俩就是40两，正好把赌债还了。你们也不用埋怨我，还不上钱，人家就要砍我的手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趁我们去山上挖野菜，把我娘骗出去卖了，你还跟我们说是我娘嫌弃你穷，跟人家卖货郎跑了，还骂他不守妇道。现在你还要卖我们，你给我等着，但凡我有翻身的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。老子会怕你？谁让你不会投胎？不是个男娃。再说你进了那个门，能活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呢，说不定会和你娘一样，受不了折磨，一根绳把自己活活吊死。要卖我？好啊，走啊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血债血偿。姐，咱们走，咱们自己去。沈桃需要2个女孩来出演紫薇和小燕子，现在老天爷给了她好运，让她碰到了2个女孩。可这好运是凌驾在这2个女孩屈辱的命运上，沈桃宁可没有这个好运。小娘子，你有啥事儿啊？你要卖这2个姑娘，你和人家谈好了？这有什么可谈的？
带人过去，人家就收。既然没谈好，卖给谁不是卖啊？不如卖给我可好？卖给你？怎么，小娘子年纪轻轻要开起场馆了？就算我卖给你，你买得起？嗨，怎么瞧不起我们？公子，你要买我的女儿回去收房？我这2个女儿啊，现在看起来不出众，可换上一身衣服，绝对是鲜亮的美人。少说废话，多少钱？50两。公子，求求您把我和姐姐买回去，我们什么都能干，端茶倒水、洗衣煮饭，要是有什么我们不会的，我们也能学。求求您把我们买回去。50两就50两，走，去官府办手续了，手续办好了，马上就给你钱。好，不就是办手续吗？咱们现在就去看看爹对你们好吧。要不是爹拉你们出来卖，你们也不可能碰到这位有钱的公子。以后你们就到公子家吃香的喝辣的，以后可别忘了我这个爹呀，也时常给爹送点钱回来，孝敬孝敬我。不要脸，我就是有东西喂狗，我都不会给你吃。你送上，快送上！疼就对了。现在这2个姑娘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跟你没有半分关系。你要是想动手，就别怪我对你下手。你们俩放心，我们都是正经人，买你们也是有正经活计干。你们先上车，我要去教训教训那个人渣。你是要去教训那个狗男人吗？正是。我们也要去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卖身契在你手里，我们肯定不会跑。但是收拾那个男人，我们想亲自动手，实在不能动手，我们也想亲眼看着。好，上车。这银子你们想要不？来，拿这个遮住脸。看到那个男人没有？看到了。你们蒙着脸过去，胖揍他一顿。这银子就是你俩的。哎呦，这下挺狠啊！哎呦，下边了。俩人是练家子，下手力道够劲儿啊，够他喝一壶了。打晕过去了，下手还行吧？谢谢兄弟了。客气，我们先走了。路人一走，沈涛快步走到猥琐男身边，从他怀里把银票取了出来。不是还不上钱，有人要砍手吗？那就砍吧，反正这手留着也没啥用。猥琐男的2个女儿跑过来，秉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原则，对晕倒的猥琐男又是一阵拳打脚踢。行了，再打真出人命了。对他这种人来说，死了倒是利索，活着受罪才是正的。走，快走。姐姐叫蒋盼儿，和沈涛同岁，今年17。妹妹叫蒋昭儿，今年15。2姐妹名字里的儿可不是儿化音，而是盼个儿子招个儿子的意思。以后你们俩就是我的人了，既然有新的开始，就从名字变一变吧。你以后呢就叫蒋盼，你呢就叫蒋昭。女人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，招什么男娃？我们都听姑娘的。蒋盼你好，蒋昭你好，我叫冯明。蒋盼守规矩的叫了一声冯公子。别叫公子，等回山上你就知道了，咱们那儿不兴这一套，你叫我名字就成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的山头叫黑风寨，沈涛啊，这位就是沈涛，他就是我们那儿最大的，大家都听他的。山上来姑娘，这对单身汉们可是大事儿，大家都跟看稀罕物一样的看着蒋家姐妹。沈涛直接眼刀的甩过去，开饭啦！他们家所有的钱都被渣爹拿去赌了，每天只能吃野菜度日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被卖给别人的第1天就能吃上带肉的菜。咱不聚餐的时候都是各自端着碗吃，你俩一人就拿了1个馍馍，能吃饱吗？再拿2个，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吃点。够吃了，我们能吃饱。你俩也吃啊。我们吃。我们吃。